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刘说说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用花呗给女儿过生日这种超前消费的广告越来越少了，但是另一种广告越来越多了，那就是理财培训班的广告啊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景：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站在镜头前，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，但是我通过理财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，工作对我来说可有可无，我再也不用看老板的眼色了。我给爸妈在杭州买了房子，我每年出去旅游等等。如果你也想拥有我这样的生活，12块钱报一个12天的理财培训班。像这种广告呢，我个人是持一种反对的态度。为了做节目，我也报了这样一个班，花了12块钱。是怎样的教学方式呢？他会给你讲一些基础的理财知识啊，但是更重要的是给你画一个宏伟蓝图啊。让每一个人都相信靠理财实现财务自由并不是一个遥远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你每个月的消费大概在5000块钱，你要实现财务自由，每个月被动收入能达到5000就行了，一年是6万啊。但是人家很贴心的说，一年6万绝对不行，考虑到通货膨胀，你一年得有8万的被动收入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说你年化收益率能够达到5%，这个很现实吧？因为大额存单就能达到4.几啊，你只需要本金160万就够了。很多人一听，觉得确实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啊，很可能实现的。如果说你的理财知识非常的丰富，年化收益率能够达到10%，那你只需要80万本金就够了。很多人听到这儿，立即就不困了。这80万我应该是能实现的啊。你想实现财务自由吗？想啊。交8000块钱，我们来教你。很多朋友一听，这是不是个骗子呀？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啊。首先，我不是针对任何理财培训班。第二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不管你是交12块钱也好，还是交8000块钱也好，人家教给你的知识都是对的，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。但是为什么我要反对呢？是因为这些理财培训班的理念啊，膨胀了你的欲望，促使你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去干正确的事情。结局肯定不会太好，不仅不能让你实现财富自由，反而会把你拖入深渊。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啊，应该怎样去理财，用什么样的理念去看待理财。当然，我们这期节目不推荐任何理财产品啊，我们还是接着80万实现财富自由来说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首先你得有这80万呢。可能有些朋友说，老师我有80万，我有160万。这些朋友咱们先放一放啊，先讲没有80万的，毕竟这属于大多数啊。没有原始积累怎么办？理财培训班会告诉你，你从现在开始怎样理财，如何积累，如何增值，用多少年，你就能实现80万的目标了。你也别听他算，我来给您算一算啊。咱也不说你现在一穷二白，你现在有10万的资本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年化收益率10%，这已经很高了。多长时间能够累够80万呢？10万7年能变成20万，再过7年40万，再过7年80万。您需要花21年的时间才能累积够80万。但是人生能有几个21年呢？掐头去尾满共3个，您已经浪费1个了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理财啊是有门槛的。我在上半年曾经记得做过一个节目啊，叫《我们如何抵御通货膨胀》，里边就说过，对于只有几万资产的朋友，10万以下的就不要考虑理财，咱们不要考虑通货膨胀，这个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。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？集中所有的资源，不惜一切代价提升自己的能力，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。你去考一个在职研究生，多学一门技能，在一个行业深耕啊，结交一点人脉，这些都能提升自己的技能。踏踏实实的努力3年，到了第4年，你就会发现20万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什么事儿了。到了第5年、第6年，你会发现40万也触手可及了。最多到第8年、到第10年，80万对你来说也不是问题。提升自己的能力是当前最重要的，不要考虑什么理财。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老师也不耽误啊，对吧？我一边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我一边去理财，这个观念是绝对错误的。打仗还讲究一个集中优势兵力，当前是你实力最弱的时候，你还要分兵，你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上，这是现在你最重要做的事情。所以理财培训班说的3000、5000你都可以理财啊，不要去相信这句话，3000、5000是绝对不适合理财的。
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我每月存100也行啊，那100块钱我即使不存也不定花哪儿了。我跟您讲，您有那100块钱去买本书也比理财强。这是第一点啊。对于没有什么积累的朋友，一定要认清楚自己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，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不要考虑理财。接下来咱们就说有80万、160万的朋友啊，那老师我可以去参加一个理财培训班，我现在的钱已经可以实现财务自由了，我可以不工作了。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啊，就已经开始往下走了，不可能实现财务自由的。讲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先讲一个故事啊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是一个赌徒，我拿了1000块钱到澳门去赌博，赌神附身，走了狗屎运呢，1000块钱赢了100万，但是到晚上啊，运气跑了，我这100万全输光了。你说这种情况，我会认为自己损失了1000块钱，还是损失了100万呢？事实上，我就损失了1000块钱，但是我会认为自己损失了100万。不光是我，任何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损失了100万。这也好理解，如果你收手的话，那你确实能挣到100万。这说明什么呢？人呢是有心魔的，只要涉及到金钱，心魔的影响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。理财也是一样的，理财其实在技术上它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克服自己的心魔，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它。其实理财，你说挣钱很难吗？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我现在有80万，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到股票市场啊，找一个指数基金，我看中哪个行业选哪个。如果说我看不中的话，我直接就选上证50啊、沪深300啊、中证500，这都可以。等到哪一天有一个大的利空消息，个股普跌5%以下，满盘绿的时候，先投30万进去。又过了几个月，股市又千股跌停了，又暴跌，我再投20万。如果说过1-2个月涨起来了，那我可以把那20万套出来嘛，20万就变成23、24万了，这也挺好啊。如果说它还下跌，那就等到跌个10%-20%的时候再投10万，再跌个10%几的话，全部都投进去，然后就不管了。我们也不说多长的时间跨度啊，10年、20年这都不说了。5年以后，如果股市里边还剩下一个人挣钱的话，那个人就是你。这种方法只是挣多挣少的问题，他不可能赔的，100%挣钱。有些朋友觉得这么挣钱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赔？问题是你执行得了吗？你做不到。股市涨了，你害怕，早就跑了；股市跌了，你忧心忡忡，忍不住就割肉了。原因很简单，这80万块钱你是要靠它实现财富自由的，你是要靠它吃饭的。所以呢，他总是让你魂牵梦绕、牵肠挂肚，你不赔钱谁赔钱？所以说必须得有一个心态啊。有些朋友觉得您说的不对，我这80万我就存个银行大期存单啊，银行的大额存单，我就吃那4-5个点的利息。我跟您讲啊，一旦您被理财实现财务自由这个观念占据头脑，那点收益您看不上，早晚您会追求中风险甚至高风险，早晚会掉里边。这是人的本性所致的，本性这个东西啊，我太了解了，没有人能够逃得出去。听到这儿呢，可能有些朋友觉得，那照你这么一说，你是坚决反对理财的呗？不对啊，接下来我们就说怎样在正确的时间，用正确的方式去正确的理财。还是那句话，不推荐任何理财产品啊。理财这个东西啊，一定要和你的成长经历结合起来，你不能去听课的。你在攒钱挣钱这个过程当中，积累的理财知识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。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说啊，还是说一穷二白开始。你在前一个时间段就是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，等到过个4-5年之后，你会发现啊，你有了一笔原始积累，比如说20-30万块钱，其实到那时候你就已经可以考虑开始理财了。有些朋友说了，20-30万我要买房，买房也行，我不反对买房啊，但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，咱们今天只说房产以外的资产。我有20-30万了，就要考虑理财了，我肯定不会活期放在银行。在寻找理财目标的过程中，我会发现啊，我们当地的城市商业银行大额存单利率能够达到4.8%，那我存10万呗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各种各样的基金、股票基金、债基，还有一些别的理财产品啊，把它分散开，每一种我买个2-3万啊，
持有3到5个理财产品，我还可以拿出2、3万块钱投到股票市场去锻炼这种盘感。再过个3、4年，我可能就真的有80万了。那个时候我回顾这几年，我会发现啊，现在银行的大额存单我已经定存到30万了，而且呢，我还持有了一部分黄金，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啊，像基金呐，我基本上都很熟悉了。而且呢，我还给自己配置了2个保险，一个重疾险，一个寿险。同时呢，我还买了5万的信托。另外呢，我前几年在股市里边投入了2、3万，已经赔得差不多了。这赔的差不多了，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，谁能不交点学费呢？最起码你学到了，在股市追涨杀跌是挣不到什么钱的。你会更深的理解巴菲特说的那一句话啊，不要浪费任何一个经济危机。当股市千股跌停、满盘皆绿的时候，别的股民都是很伤心，但是你觉得很高兴，终于机会来了，我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股票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啊，去选择一些长线的、有成长性的股票。把你剩下的20、30万投资到股市里边去，再过个5、6年，说不定您的财富已经达到200、300万了啊！通过这些年对于财富的打理，您对理财基本上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，很熟悉了，还可以抽出不到1/10的资产吧，去追求更高的收益，比如说10倍杠杆炒原油、做期货，甚至做比特币，这都是可以的。这个过程才是正确的，它是一步一步从稳健慢慢走过来的。最大的仰仗是什么呢？你有一份主业的收入，稳定的主业收入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说，千万不要相信理财啊，我要去通过理财实现财富自由，那个就把您的注意力啊跑偏了，把您的心魔给带起来了。永远记住一句话：当我们还能够工作的时候，主业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它是我们的屏障，它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只要我手中有了一份稳定收入的主业，理财对我来说才不至于使我心魔泛滥，它只是一个辅助增值的工具。如果说没有这份主业，你就靠理财，早晚会掉进去。心魔这个东西啊，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克服得了，那就是时间，慢慢的用时间去磨。没有10年以上的主副业结合的这种理财之路啊，不要轻易相信理财能实现财富自由这句话，即使你有1000万财富也会掉进去的。就刚才我们说的是怎样正确的来看待理财，哪种心态啊？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正确的方法。不论你有多少资产，20万也好，2000万也好，基本上理财要稳健为主。首先1/3的资产一定要投到绝对没有风险的地方，比如说银行的大额存款、国债啊，包括黄金啊，黄金从长远来看，它会永远上涨的。这些钱是我们最后的依靠，万一有个什么事情可以东山再起。另外1/3呢，就看您自己的风险偏好啊，可以投到中低风险，也可以投到中高风险，但是一定要分散啊。各种理财产品，包括信托、基金、债券，这都可以考虑的。保险啊，还有1/3的钱怎么办呢？大部分可以投资到股票市场啊，走长线，适当打短线也是可以的。另外呢，记得极高风险的项目我们也要去了解去做，但是永远不要超过您资产的1/10，这是一个底线啊。挣了皆大欢喜，赔了也不至于说影响到您正常的生活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，在我们的财富成长之路上啊，永远要把主业那份主动的收入放在第一位。只要我们还有劳动能力，理财永远都是辅助。另外呢，理财是一定要是自己的经验累积。你可以去学习别人，但是一定要是自己的经验累积啊！就像去学游泳，别人说什么都没用，你不下去呛2口，永远都学不会。要始终控制住自己的贪欲和心魔。理财不是一夜暴富的工具啊，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最后呢，祝大家在财富增长之路上一帆风顺。